幾時係投資交易，幾時係騙局，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近日一批 KOL 藝人因為一單詐騙案，接連被帶入警署，但真正涉嫌詐騙嘅公司主腦，到依家仍然係身份神秘、下落不明。面對虛實難分嘅世界，再明再暗，唔知香港政府聽唔聽到呢一句呢？嚇？邊一句呢？ Catch me if you can。喺投資嘅世界入面，有啲選擇就係輸在起跑線。JPEX 啊，你哋唔使驚，我寫 JXXX 啊，咩 J 記啊，大佬。JPEX 活躍用戶已經遍佈亞洲地區，強烈推薦大家喺呢個 JPEX Wallet 開自己專屬嘅銀包啊！今天的話呢，要介紹 JPEX 這間交易所。大家如果開咗戶口啦，即係我 send 咗好多次我條優惠拎出嚟啦。世界每一秒千變萬化。智能理財，全天候無論任何地區都做到交易。無論世界點變，我哋克服堅持不變。全球加密貨幣投資者已經超過2000萬。人生嘅嘢行錯一步就會影響大局。JPEX 喺香港運作咗至少3年，但一直改變自己嘅出身同定位。聲稱喺2019年成立嘅 JPEX， 最初有意無意以日本公司嘅形象出現。就算會強調自己係澳洲註冊，宣傳上都會連住日本，亦會喺網頁列明日本同澳洲嘅辦公室。日本一度出聲明提醒 JPEX 同佢哋無關。JPEX 早期嘅宣傳經常標榜自己有個日本東京大學精算學系嘅伊藤嘉和博士，同澳洲團隊開發咗一套叫環形套利嘅人工智能程式。原理係睇住唔同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入面唔同貨幣嘅差價，再低買高賣，喺呢種不斷低買高賣之下套利。但而家嘅 JPEX 網頁已經睇唔到伊藤嘉和個名，網上亦揾唔到呢位伊藤嘉和博士嘅資料。JPEX 一度加強佢澳洲公司嘅形象，同當地澳職聯嘅足球隊多次合作，除咗做贊助商，亦推出足球 NFT。2021年，網上討論區陸續出現 JPEX 好安全嘅討論。年底開始，先後有2間香港上市公司宣布同 JPEX 合作，簽諒解備忘錄。串流平台 HMVOD 視頻由 JPEX 提供軟件同系統，俾佢哋處理加密貨幣同 NFT。中國天工控股本身想以1000萬美金以內嘅投資研究區塊鏈技術，但呢2份合作唔夠半年就冇咗。你嘅交易落盤由你主管。到舊年 ，JPEX 瞄準香港市場嘅宣傳攻勢鋪天蓋地，用信用卡都得。藝人張智霖做咗香港區代言人。我會選擇加密貨幣。港鐵站、巴士站、電車、大廈。JPEX 加密貨幣交易所，祝大家恭喜發財。電視台同新興網媒都有份。JPEX 甚至獲頒傳媒集團主辦嘅超卓品牌大獎。舊年年中仲推出埋自己嘅平台幣 JPC， 有講法話當時爆升200倍。台灣史上最狂拳擊盛宴 ，JPEX 隆重巨獻。JPEX 亦都借住香港市場嘅形勢進攻台灣，贊助小巨蛋舉行嘅拳賽，亦都揾咗熱衷虛擬交易嘅歌手做代言。與此同時 ，JPEX 嘅總部亦都由澳洲悉尼變咗亞聯酋嘅迪拜。JPEX 聲稱佢喺多個國家都有牌照，亦喺網頁上貼證明，但呢啲文件背後有多間公司。加拿大嘅公司 JPEX Exchange Limited 可以喺2025年9月前喺加拿大從事虛擬貨幣交易。美國嘅註冊公司係 JPEX Crypto Assets Bank，
只做外匯等交易。而喺澳洲就分別有2間獨資股份公司 JPEX Technical Support 同 JPEX Crypto Access Platform， 但呢啲記錄只係代表佢哋有登記註冊，唔代表有任何牌照。至於 JPEX 突然宣稱嘅營運總部迪拜， JPEX 喺網頁只係介紹嗰度有新設立嘅虛擬資產監管局，話有佢監管下 JPEX 嘅交易系統更有嚴格監管嘅標準。但迪拜嘅虛擬資產監管局網頁上揾唔到 JPEX 嘅登記資料。喺迪拜官方網頁上，一間喺迪拜自貿區註冊嘅公司 JPEX Technical Support 就話係做 IT 顧問，同喺社交媒體做市場營銷。換言之， JPEX 手上係冇任何一個地區嘅虛擬貨幣交易所嘅經營牌照。JPEX 喺香港嘅經營網絡就千絲萬縷，香港嘅註冊公司曾經都係叫 JPEX Technical Support， 之後改咗名。2間公司不斷用唔同嘅平台擴展網絡，牽涉嘅人亦都跨界別。上星期，明報偵查報導，近期轉行教投資嘅林作舉辦講座時，即席叫人開 JPEX 帳戶入金。林作喺過去2個月亦都聲稱自己係合夥人。咁首先就係你用我條 link 去開戶口就有個 discount 啦，其次之外，藝人莊思敏亦都不時拍片推介，有啲優惠券俾翻你啦。報道面世前一日嘅挨晚，證監會主動發聲明，罕有點名話 JPEX 喺無牌之下，用網紅同場外找換店積極向香港公眾推廣，同時列出6點質疑，包括話啲網紅同場外找換店喺社交媒體有虛假或者係誤導陳述，話 JPEX 已經喺香港攞咗牌，而事實係 JPEX 旗下冇交過任何申請。JPEX 即時停止客戶出金，之後發聲明話早喺2月已經有意並有計劃申請，準備工作需時，同時批評證監會嘅聲明係對加密貨幣行業施壓，又話因為證監會不公平嘅打壓 ，JPEX 考慮唔申請香港嘅牌照，話證監會破壞香港加密貨幣嘅發展前景，應該要負上全盤責任。持續有客戶話出唔到金，亦都有客戶話 JPEX 只准出金1000 USDT， 但手續費就要999 USDT。JPEX 解釋係因應證監會嘅聲明，佢哋要調整業務同政策。翻睇鏈上數據 ，JPEX 限制客戶出金嘅同時，轉走多筆大額交易去新開嘅出金地址，其中一筆超過100萬美元。JPEX 預告過當日會喺新加坡出席 Web 3.0 嘅峰會，但以白金贊助商名義買翻嚟嘅攤位，萬事俱備，不見人影。出唔到金、拎唔到錢嘅 JPEX 客戶報警求助，證監會轉介警方跟進。JPEX 之後又改出金做法，要客戶先填表。有客戶反映，填完表後 WhatsApp 聯絡 JPEX， 但被要求要先投資30%，至可以拎翻100%嘅錢，話咁做係配合證監會。JPEX 當晚又出聲明，話面對連串挑戰同可能受到業界競爭對手抹黑，相信唔會倒閉，但要暫時關閉遊戲大廳嘅所有功能。證監會就話 JPEX 冇聯絡過佢哋。JPEX 嘅出金安排係佢哋自己決定，同時第一次表明 JPEX 唔止無牌，仲可能係詐騙。當時唔少網紅收到證監會嘅信後，將所有同 JPEX 有關嘅內容下架。同證監會隔空對戰嘅 JPEX 再話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負面消息影響同第三方嘅合作，令佢哋經營困難。JPEX 進一步將理財頁面嘅所有交易下架。報警求助嘅人逐漸增加。total 損失咧6個位數字啦，其實個個都係瞓身去投資咯。希望大家都能夠將來享受一個好嘅收成，但真係冇諗過今次原來係一個比較平局咯。星期一朝早，警方嘅拘捕行動開始。
亦都有藝人要去警署協助調查。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覺得咧，佢係有份去參與去氹一啲嘅投資者去投資落去，而係本身佢哋亦都有理由相信咧，嗰個係一個騙局嚟嘅。早在2022年7月嘅時候咧，就將 JPEX 列入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我哋見到嘅就係 JPEX 其實沒有停止積極地推廣佢嘅服務嘅。舊年已經列入咗，但係其實即係呢一年其實佢都仍然運作緊啦，同埋吸咗咁多錢啦。咁其實你哋喺嗰個監管同埋通報上，其實係咪有漏洞呢？喺擺 JPEX 上 alert list 嘅時候，其實我哋證監會係沒有任何權力嘅去監管 JPEX 嘅。JPEX 有冇同我哋證監會聯絡呢？咁其實喺我哋發出聲明之前呢，其實 JPEX 一直都係冇同證監會有任何聯絡嘅。JPEX 指控證監會誹謗，話自己連日嚟做緊嘅調整就係為咗配合香港法例，但冇講係咪想改變主意申請翻牌照。JPEX 同時反擊話，舊年有同證監會溝通，提供咗一啲唔完整嘅電郵記錄。呢個舉動令到證監會再點名出聲明，對 JPEX 違反相關法例下嘅保密條文表示遺憾。又強調由舊年3月開始向 JPEX 查詢，但對方唔合作。雙方不斷拉鋸 ，JPEX 發聲明話自己堅定不移繼續營運嘅同一日，向澳洲當局申請自願撤銷註冊。申請嘅資格包括公司全體同意註銷、公司冇經營業務、同公司資產少過1000澳幣等等。JPEX 冇公開交代呢個舉動，反而向客戶提出公投 DAO 持份者分紅方案，2年後拎翻啲錢。有區塊鏈數據分析公司發現，14號到21號嘅凌晨為止 ，JPEX 轉走咗超過721萬 USDT， 身家嘅出金手續費，亦都令佢額外袋咗665萬美金。直到星期五下晝，有超過2000幾人報警，涉及超過14億元，但仲有至少6000幾人喺群組入面話會死守。你見到即係證監同 JPEX 兩間機構而家咁樣之間嘅對罵咧，其實都幾荒謬，因為你證監係一個執法權力嘅機構，你唔係一間普通嘅公司或者一個政府部門，你有好大嘅法律權力去即係針對呢啲違規銷售啊，或者係非法集資。既然你覺得佢係有問題，或者你見到佢嘅銷售手法係有誤導嘅，咁點解你當時唔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咧？證監會而家事後解釋就話當時未發牌照，我哋冇權力咁做，但係呢個講法係絕對荒謬嘅。其實證監會嘅權力係相當之大，任何喺香港銷售呢啲所謂投資產品，或者係一啲銷售一啲有投資性質嘅產品，證監會都有權力咧係對佢哋作出禁止或者係執法。而家調翻轉頭睇就係JPEX 亦都有恃無恐啦，因為你根本佢認定你根本揾唔到佢嘅真人。但我幾相信 JPEX 本身呢個機構，佢就用一啲手法，可能係拖延時間，佢都會陸續咧係趁就啲資金。咁相信好快，即係其實佢背後嘅人咧，可能甚至乎有機會消失。咁到時證監會同警方亦都冇辦法去即係做一啲執法行動嘅時候咧，咁最終損失嘅當然就係投資者啦。而事件本身對證監嘅傷害係點咧？我只能夠話，即係其實證監喺第一步嘅時候，即係喺做呢個成個配套引入發牌，而又容許一個過渡期咧，其實就係一個政策失誤。而家佢本身就要承受呢個政策失誤嘅後果，只不過就係投資者好不幸咧，就會可以話係即係陪葬埋一齊。一直對虛擬貨幣交易市場冇反應嘅特區政府，舊年年尾銳意要進攻，發表政策宣言。We want to make our policy stance clear to global markets, to demonstrate our determination to explore financial innovation together with global virtual assets community. 修訂咗相關法例後，今年6月，香港虛擬資產 VASP 發牌制度出台，唔理交易平台有冇提供證券型代幣交易，一律要受到監管。如果1年內都冇牌，呢啲公司就要停止業務。但證監會唔會公佈邊啲公司有入紙申請。
點解會喺舊年10月底出現咁嘅變化咧？我相信有2個理由，話俾全世界聽 Hong Kong is back 啦，我哋開始復常啦。咁另一個理由咧就係我相信係同新加坡競爭有關，因為新加坡喺發展所謂虛擬資產平台嗰個樞紐地位咧，其實早喺香港2-3年咧已經做咗。當然佢哋亦都有容許散戶參與，但係新加坡嘅條例咧喺保護散戶或者係宣傳上咧係有較高嘅門檻。咁變咗就香港要後起追翻上嚟，政府開始話全面擁抱即係呢啲虛擬資產嘅市場。簡單講，其實叫佢哋即係買嚟睇買嚟揀嘅，基本上係引狼入室。我留意啲報道講緊，其實喺嗰個政策宣言之後咧，無論由美國、由新加坡，有數以10間甚至過百間嘅平台咧，都話要嚟香港設置總部。其實根本就係引狼入室，就係基本上係邀請佢哋嚟香港，即係做呢啲散戶嘅生意。我覺得其實成個配套或者個政策監管個思維咧，其實係並唔充分。JPEX 自己本身咧喺今年2月都話會向證監會申請發牌，咁變咗如果佢話係申請發牌，而我又冇途徑去核實嘅話，咁我咪順住佢先咯。咁變咗成個局面咧，就係而家個騙局咧，其實就係由呢一連串即係所謂政策失誤咧，而先至會造成今日咁嘅局面。今次案件主事人一直唔現身，只係用公司網站不斷出公告。星期4凌晨，香港嘅電訊服務供應商收到警方指示，要封鎖 JPEX 嘅 App 同網站。電訊商嘅發牌條件講明，只要執法部門書面通知，佢哋就要應要求阻截欺詐使用嘅網絡。事實上，你而家你 accuse 佢無牌啫喎，不過其實你係容許佢無牌經營。你話佢係詐騙、非法集資，咁但係你係自己容許佢非法集資啊嘛。其實仍然都未有即係法庭嘅裁決啦，亦都冇一個即係法律嘅一個明顯嘅裁判啦。你已經由警方咧去要求啲電訊公司咧，幾乎係封閉咗、封網咧，係禁止佢嘅繼續運作。呢個到底背後個法律理據係點樣咧？如果 JPEX 第日佢真係可以恢復到，會唔會調翻轉頭，即係佢反而即係指控翻監管機構呢方面其實係違反咗一啲做法咧？其實呢個對金融機構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幾值得關注嘅情況。今日你就話佢詐騙，咁第日如果有間銀行係出咗一啲問題，你又會唔會有同樣嘅手段？呢個傷害其實可能會仲大。